是糖稀等情况，这时就要好好养胃了，要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也可以常吃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山药、甘蓝等，对肠胃健康大有益。餐不宜空腹吃的3种食物，很多上班族都在吃，难怪身体发胖。第一种，煎饺加甜豆浆。很多上班族早上会到早餐店买一些煎饺吃。煎饺的热量呢是非常高的，如果呢再加上一杯甜豆浆，那么就相当于1天的含糖量了，时间长了很容易使人变胖。第二种，方便面。方便面是非常便捷的食物，是很多上班族的最爱。很多人早上没时间就会选择吃点泡面。方便面属于油炸食品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使身体发胖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。第三种，汉堡。除了上面的2种食物，很多上班族还喜欢早餐吃一些汉堡。汉堡含有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，如果再配合一些咖啡或者是豆浆之类的饮品，摄入的热量相当于多吃了1顿午饭，也容易导致身体发胖，出现水桶腰。所以上班族上面这3种食物尽量就不要吃了，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很多人喜欢吃。有人说早上空腹吃几粒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花生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以及磷脂，有抑制胃酸、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所以呢，每天早上吃几粒，最好不要超过50克，是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的。虽然花生有养胃的作用，但是呢，有2类人要注意是不适合吃的。第一种，胆囊切除的人，因为花生里有很多油脂，而这些油脂是要靠胆汁消化的，所以胆囊切除的人是不适合吃的。第二种，有胃病的人，虽然花生养胃，但只针对胃好的人。如果有胃病，吃太多花生容易烧心、消化不良，所以胃不好的人就不要。后若有3种表现，可能是脾虚了，别不当回事儿。表现1，大便溏稀。大家早上起床排便时可以观察一下，若出现大便溏稀的情况，说明体内水湿不平衡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如果还伴有腹胀的情况，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表现2，脸色暗黄。脾虚还会对个人的脸色造成影响，如果早上起床后出现脸色暗黄，没有一点气色，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恢复好的气色。表现3，浑身乏力，食欲不佳。经过1晚上的休息，早上起床后应该是充满活力、精神满满的。但如果出现浑身乏力、食欲不佳等情况，也可能是脾胃虚了。当出现脾胃虚的情况时，大家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和预防。平时注意不要熬夜，多运动，还有饮食也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这样对脾胃健康才是有利的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阳气不足，那阳气不足会使免疫力降低，影响健康。那生活中有2件损阳的事儿，大家尽量少做。第一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使阳气损耗，所以呢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二个，熬夜。如果总熬夜会影响阳气的收敛，如果阳气得不到补充，那么人就会出现阳气不足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保持体内阳气充沛呢？不妨在秋冬常做2件事：多泡脚。泡脚呢，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刺激脚底的涌泉穴。那涌泉穴有提升身体阳气的作用。多晒太阳，在太阳充足的时候，大家多晒一晒后背，也能够帮助补充阳气。大家呢可以经常做有食物不要再吃了，含有很高的甲醛，赶紧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娃娃菜。娃娃菜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尤其是在涮火锅的时候。娃娃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它的保鲜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很多商家为了增加保质期和它的新鲜度，往往会喷洒一些甲醛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之后再吃。但是呢，被甲醛喷洒过的娃娃菜，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。第二种，粉条。粉条也是家里做菜经常会用到的。那生活中我们吃到的白色粉条，很多商家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有光泽和增加保质期，也会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甲醛。如果大家吃到了不合格的粉条，很可能会摄入过多甲醛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尽量少吃。
甲醛的危害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，尽量少吃上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符合时令的食物，这样才能让身体远离。很多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洗洗就得了。其实洗澡也是有讲究的哦，尤其呢是洗澡的时间，要尽量的避开下面这3个时间。第一个，运动完之后。运动完后我们的毛孔呢是处于打开状态的，如果着急去洗澡，很容易呢让湿气进入身体，不利于健康。所以大家运动完可以呢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去洗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后，这个时间也是不适合洗澡的，因为早上温度呢比较低，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让湿寒之气趁虚而入，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。最后一个，晚上10点以后，那这个时间温度也是很低的，而且身体的阳气也处于下降状态。如果洗澡容易赶跑体内阳气，让湿寒之气有机可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，洗澡的时候尽量避开上面这3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助于垃圾和毒素的排出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。但是呢，喝水并不是随便喝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这2种喝法，比熬夜还催人老，快看看你有没有。第一种，用饮料代替白开水。很多人会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，所以就会喝一些饮料或者是果汁，殊不知这样对身体会造成很大伤害，因为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。如果长期用饮料代替白开水，身体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加速身体快速老化，所以想要避免身体衰老，大家最好少喝饮料，多喝水。第二种，口渴了才喝水。很多人都有喝水少的习惯，只有等口渴了才会想起喝水。其实这样的喝水习惯对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，因为当人口渴的时候，身体是处于极度缺水的状态，这时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正常运转，若水分不足也会加速身体衰老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上面这2个喝水的坏习惯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希望你尽量改正。平时喝水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，喝水时不要一次性喝得太多，或者是喝水太快，这样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所以只有正确的喝水，才能够让身体越来越健康，也能够让你的双腿是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所以呢也是人体中最容易衰老的。所以想要身体好，就得好好的保养双腿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练腿的动作，最适合冬天做了。这个动作就是下蹲，那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方法呢也很简单。首先保持全身放松，2脚分开，略比肩宽，2脚脚尖朝外，然后慢慢的弯曲膝盖，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，每次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起身。要注意整个过程从头到腰都要保持挺直，每天做30个以上。这个可以因人而异，循序渐进的做。这个下蹲动作呢，可以增强下肢的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和骨骼，延缓膝盖老化。每天坚持做，让你人老腿不老。晚上睡不着就数羊，但是越数越精神。如果吃安眠药吧，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试试在睡觉前在枕边放一物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那就是茴香了。茴香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调味品，我们做菜的时候会用到。大家呢可能觉得茴香有点刺鼻子，其实只要你仔细的闻一闻，还是感觉很舒缓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个小香囊，然后抓一把茴香放在里面，将口封住，放在枕头边上。因为茴香里含有茴香脑、茴香醛等成分，有很好的镇静安神作用，所以睡前闻一闻能促进睡眠，帮助提升睡眠质量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作用哦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得了，就报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